各位朋友，大家好啊！今天我再录一期房车夜话。今天是2023年的12月3号。那么这个视频呢是录制于缙云山啊，也叫仙都风景区，在浙江省。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？很多人都说啊，我可能不那么成功，或者说我一方面做得不好，是因为我的执行力不够，但这很可能是你给自己的一个借口啊。我觉得你最差的可能还不是执行力的问题，而是一个自律的问题。因为你如果不自律，那么你就会懒下来以后，你就不可能有执行力。很多人说我有各种各样好的想法啊，万一实现了呢？万一我成功了呢？但是你偏偏你不去执行，而是永远的停留在这个蓝图上。这就说明是执行力不够啊。其实呢，你错了啊，根本原因不是执行力不够，而是懒，而是你不自律。你不自律才会才会引起你的懒。这个方面你可以自己深刻的去剖析一下自己，把自己身上的那些毛病啊，非常坦诚的给它解剖开，你自己好好想一想，好好看一看，你的问题是不是在这个地方。那么所谓成功，有的人说就是要赚钱，多赚钱啊，也不光光是赚钱这么一个事情能说明你成功啊。如果把一件事情认真的做下去，做到极致，也是一种成功，对吧？我们举个例子说，有一个这个守岛的夫妻两口子啊，守了一辈子岛，你说他们挣钱吗？他们没挣什么钱啊，那也是一种成功啊，那也是一种很强的执行力，很强的自律。当然了，在这个社会上来讲啊，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来讲，没有钱是不行的啊。所以绝大部分的人还是把这个成功归结为我赚了多少钱啊。当然这个没毛病了啊，没毛病。那么你跟别人之间到底差了什么？你好好的去想一想，可能你差的是一个聪明的脑子，也可能你差的就是自律。有了良好的自律，你才有可能有执行力去实现你自己的想法，或者说把一件事情认真的做好，做到极致，或者说你有一个你认为可行的商业方案，你去认真的去执行，遇到困难也不轻易退缩啊，这点非常重要。那么说到这里呢，现在的很多年轻人都比较浮躁啊，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经常的跳槽，一个公司可能干不多久就跳了啊，可能是主动的跳槽，也有可能是被动的跳槽啊，不管是哪种，就是没有踏实下来，把手头的工作做好。那么以我这个过来人的这个经历来看哈，如果说你把一件事情认认真真的做好，把一个工作认认真真的做好，你真的很有可能有提升自己的机会的。反而你很浮躁的时候，你觉得可能这个公司能够多给我开几千块钱，我就跑到那个公司去啊。短期来看你可能是这样子啊，有的一些经济上的这个提升，但是长期来看未必是一件好事。但我这么说也不是说不鼓励你跳槽啊，完全在一个公司里面从一而终，也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只是说从这个概念上，从这个意识层面上来讲，不要太浮躁啊。把本职工作做好，慢慢的你会发现
你有更好的机会的时候再考虑也不迟啊。甚至你在一个公司能够一直干着，也未免不是一件好事啊。你可以在一些比较有前途的公司，或者说比较大的公司里面，职位一步步的提升啊，这个也是一种成功，对吧？也不光光说你非要去创业啊，你非要去做生意啊，这不是唯一的一条路。那么成功可以从商，可以从政，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打工仔，对不对？可以做到打工皇帝的位置上，或者做到打工这个总理的这个位置上，打工丞相的位置上啊，这也是一种成功啊。OK 了啊，这个好像今天说的比较杂，比较乱啊。总的来说吧，就是说我们要，尤其是现在正在工作岗位上的这些年轻人啊，要戒掉这个浮躁的毛病啊，要把身边的工作踏踏实实做好，要自律，要克服自己懒的毛病，要通过自律来提升自己的执行力，这样才会经过时间的累积以后，你会发现哦，有些事情水到渠成，有些事情有些机会就在不远处，你自己都没有想到的，它会突然的冒出来去拥抱你。好，今天的房特夜话就聊这么多啊，欢迎大家留言跟我讨论啊。老规矩，还是弹一首歌啊，也是自己解压，也是跟大家分享自己现在的心情的感受。吉他弹唱呢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。Let's go。教训得了说經的智人，現已看得透，不再自困。但個有分手，不再像以往那奔奔沒淚痕，輕快笑這恨。冥冥中都早注定你富或貧。說錯永不對，真是真。人你怎說安守我繽紛，始終算神，沉默是根。OK， 拜拜。